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然后这个就是小峰老师啊，尚美影的小峰老师是负责商务这一块的。各位好，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是很荣幸，就是代表尚美影来跟各位进行一些合作的一些洽谈。我这边是主要负责市场商务这块的，然后黄晓峰，你们可以叫我小峰，也可以叫黄老师，随便。然后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设计的老师张梦张老师，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呢，是我们负责品牌宣传的这一块的艾丽森老师。那月月，你们这边就先开始吧。好。各位老师们好，今天我们将代表老乡鸡来和贵公司的《葫芦兄弟》这个 IP 进行一次协作的磋商。我们将这次的合作主题称为“厂长和厂长的一拍即合”。老乡鸡和尚美影都是在不停追求创新的中国本土民族企业，但也都在坚守各自做民族品牌的初心。所以，我们将此次合作称为“将厂长的鸡汤装进厂长的故事”。就是对于本次我们的 IP 联名，我们有3个具体的创意。第一个是魔性主题曲的传播，我们可以唱一下给大家听。预备，唱。葫芦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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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锅旁7个娃，举锅抓鸡烧水啊，叮当咚咚当当烧好啦，叮当当咚咚当当本领大，本领大。然后第2个是我们想推出的一个葫芦娃的鸡汤盲盒杯，盲盒的特性它也是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它可以激起年轻人的那种猎奇的心理和他们的想要炫耀，以求达到社交的这样一个目的性。老乡鸡的品牌 IP 形象是一个报纸机的老爷爷，然后我们葫芦娃里面也是有一位老爷爷的，所以我们想2位爷爷联名制造一个以爷爷为形象的隐藏款放在我们的盲盒里面。如果抽中我们的隐藏款的话，我们当天在老乡鸡的消费就会免单，这样就是激发了顾客即买即拆的一个心态。因为猎奇不一定会驱动你的好奇心，但是我们觉得金钱肯定可以。就是如果你感觉你能贪到小便宜，你就会马上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说，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鸡汤盲盒杯，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将这个联名的用处发挥到最大化？所以我们设计了以下的周边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用真葫芦做包，把葫芦娃背在身上，传达环保绿色的概念。所以我们抓住年轻人的这个土到极致就是潮的心理。再下一个是我们做葫芦套娃。第3个是说我们这个联名 T 恤。然后下面是我们的客群，我们分析了一下，说我们现有的盲盒的客群基本是3大类。第一是现有的老乡鸡客户群体，然后是尚美影拥有葫芦兄弟 IP 形象的记忆的80、90后。第3个客户群体是说我们现有的盲盒周边消费者，80后、90后、00后，他们拥有极强的猎奇心理。我们用鸡汤作为载体，把葫芦娃的故事再一次讲出去，让葫芦娃在国民心中再次被想起和留下。我们希望送传统文化上热搜，也希望和尚美影牵手成功。谢谢。首先来说的话，作为职场的一些新人吧，我觉得其实第一个点就是在于我们在去做任何一个提案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想清楚整个提案的一个逻辑。第一组葫芦兄弟那边，其实我们看的是有点乱的。虽然各个环节的推导都有，但是从一个成熟的营销方案来看，它还是很有欠缺的。比如说，你们没有阐述你们做这波传播的目的，你们的精准的 TA 是谁？你在很后面才提到80、90、00后，这个应该是在营销方案里面首先去做一个阐述的。你有了 TA 的分析，才会有一个精准的洞察，才能去推导你们下来的创意点。所以现在这个逻辑是混乱的。我们本来是把它放在前面的，但是我们觉得说前面我们还没有介绍盲盒的时候，你就突然说一个这个盲盒的客户群，那你的客户群你就不应该点出盲盒这件事情。还有，你的消费者是谁？他们的行为习惯是什么？这就是消费者洞察这一块，你们是缺失的。从 IP 方保护 IP 的这个角度出发，你们运用魔性这个词，我觉得可以在度上面做一个考量。
我们还是会怎么说呢？就是不会太魔性，还是会考虑到葫芦娃的感受的。所有的设计都觉得就是帮我们讲故事，没有太多的感觉到和鸡汤有一个关联。其实大家可以去玩的时候，其实可以去更发散一点，是更搞怪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我们也希望看到的是年轻人更多原化的一些玩法在当中，而不是说现在我们想要突破却又收回来的这个方式。满月的表情，完全变亮。啊，真猛啊！救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有点紧张。其实刚刚客户提到的那点很重要，就是 IP 联名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起把这个 IP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复苏一下。双赢一下。那首先你要先定位好我们的粉丝是什么样子的。我告诉你啊，我们这波人都是白领，消费能力很强的，这样子上影厂听上去哦。那这样子有搞头，我可能会很想做这件事情。其实你要把这个人群告诉他们，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卖点了。我们的店有这么多，然后我们的老乡鸡有这么多人吃，是的，对它的对的，排我们名什么每一天的店的客流量有多少？这种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吸引力很大的一个地方。各位老师们，早上好！今天呢，会由我们代表老乡鸡为大家带来大闹天宫 IP 的联名提案。国民动画、民族动画经典代表老乡鸡呢，国民品牌，中式快餐创新表率。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希望以宣传短片匠心为载体的一个形式呢，为大家重温历史，再现经典。致敬匠心，就像大家可以看到的一样啊，我们会采用分屏的形式。左边呢，我们会放大闹天宫的创作历程；右侧呢，我们会放老母鸡汤的一个研发过程。干了这杯鸡汤，做自己的大圣，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标语，同时呢，也是我们希望传达给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核心价值观。于是呢，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的联名的核心产品72变鸡汤杯。那其实对于杯身本身那个变化呢，我们这边有2个方案。哎，对，我们又可以打开，有点紧，我指甲的问题有点紧。哦 ，OK， 撕开了。哦 ，OK， 撕开了。OK。比如说在这块啊，我们把这块给镂空掉，然后再从这个画面壁上呢，我们可能用不同的镂空的表情。那在这块镂空之后呢，我们这边可以简单去旋转，那可以是变各种各样的表情，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表情，它可能是一个整体的身形。比如说我们大闹天宫，对吧？我们可以比如说举着金箍棒，然后挥转呀，做一个连环画。其实也是特别的呼应我们最开始大闹天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过程。那第4呢，就是我们这块的一个盲盒方面的设计了。这盲盒方面的设计呢，这也是可以撕开的。我们主要在里面可能放2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鸡汤包配料，第2个呢可能就是玩偶本身了。我们认为这次联名合作的核心的目标人群依然是30岁到50岁的工作人群。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说，因为它是60年代出版的这个动画片，所以说是在6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当中，他们内心有这种英雄梦。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合作去唤醒他们的英雄梦。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是说，觉得这种杯型的鸡汤。可以重新定义鸡汤的消费场景。那么不一定你鸡汤要用碗喝，你鸡汤也可以在办公室、在家里用杯子喝。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新潮可爱去吸引到15到30岁的年轻客群，重新去关注我们的这个 IP， 以及关注我们的产品。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方案的一个呈现，然后谢谢大家的聆听。
从一个完整的一个商业的一个推进方案来说，其实我看你们这个 PPT 很乱。对于我们 IP 的合作而言，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告诉 IP 方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你们的创意逻辑，你们想讲的主题是匠心，但是你们提到了非常多的其他关键词，什么72变，干了这碗鸡汤做自己的大圣，然后还有你们的什么英雄梦，它跟匠心什么关系？我们确实是以匠心这个作为主题，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非常主打的一个宣传的短片，就是以匠心去命名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想去拓宽那些人群，比如说现在新那些年轻人，甚至小朋友的人群。这个就落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们的 TA 很混乱。你到底是要巩固现有客群呢，还是要招新？我们主要的宣传手段是针对拓宽新的人群，但是同时这个纪录片可以帮助我们巩固一下现有。为什么要做这个纪录片呢？这个纪录片坦白说，我们刚看到的时候觉得创意非常匮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老套的 TVC， 没有意义做的意义。我明白，是的。啊，好厉害啊，这个人。这个社会很残酷，啪啪啪。而且你们自己也强调了，其实是要拓展它的一个使用环境的。那72变，它是不是现在也？我刚刚印象不太。就是现在的72变，我们觉得太普通了。你夸一下嘛，做的挺好了。我们其实是想表达这个72变的设计是可以持续不断的去做一个创新跟迭代的。但是我这样会觉得你们所有的设计它都没有一个核心的点。对于用户而言，没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主线的。其实老师想讲的是什么呢？聚焦。就是我们输出的点好几个，匠心精神什么等等，那我们聚焦在一个点上，整个从传播、文案各方面就围绕那一个点去做。我们也谢谢老师给的这个回馈和意见，因为这次的案子其实他们是第一次独立去做这个 IP 的这个部分啊。那我想能不能就是我们去做一些修改。然后我们今天11届的时候，我们再做一轮这种沟通，我们尽快能够把这个东西的推进给它落实下去。可以。OK， 好，那我这边的话就先送老师们下去，你们在这等一会儿。期待你们下午的表现啊。老乡记的领导们也很尴尬。老乡记的领导说：“我们这是新人，哎呀，他们不是很成熟，这也感觉。”对呀，这是客户哎，你跟我说这是新人，就会觉得怪怪的。你们合作是否有诚意啊？到底有没有重视我们？我经常碰到这种事，这2天还碰到这样的事情。讲讲，听一听是谁？不是，好八卦。是个新人，但他也是个稍微有点名气的新人。谁？小明哥怎么可能会说老好人？说事儿。我觉得有问题，我会把他叫到旁边来，跟他说：“我说我觉得你这种方式可能不太好，就你这个人物有损伤。然后我说你可能中间忽略了这个，你可能这些细节可能对你这个人物更有帮助。”啊，他也会接受，毕竟我年长嘛，对。然后，但是确实因为我的经验还有周围的人的反馈告诉我，就是我的这个意见一定是对的、有效的。那他后来就做到，那挺高兴。但是如果你要当着很多人的面跟他说，他肯定没面子。我觉得叫到旁边来私下说，可能他们会更容易接受一点。而且我觉得小明哥那种方式就是像让人舒服了，前辈，然后帮助我们这些新人晚辈什么的。因为我也是从新人过来，我知道大概什么样的情绪能接受。对，小明哥要是有机会能合作，多指点。行，那你做饭没问题，把剧组饲养员开了，让我上。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呈现的结果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方案距离我们真正去跟人家做商务谈判的话，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我在这个里面想说2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接下来咱们怎么改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刚才也跟他们说了，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最好再去做一轮沟通，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要尽快敲定，细的东西我们可以后面再录，但是主线和主题大的方向的这个部分来讲是要做一些考虑的。那第二个，我觉得今天它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新的思考，就是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作为企业来讲，我们不是公益组织，但是我们最终核心的点来讲，就是要受消费者的欢迎，以及是说拉动我们的整个销量的增长。那大家就抓紧时间去做一些这个调整的这个部分。晚上我跟他们初步定是放在6点钟左右，那我们去他们那儿。好吧。哦，这个还得去人家那儿。焦老师，你今天晚上一定会出个结果了，是吗？我觉得是。我已经 sick of 一遍一遍的做，然后告诉我还有一轮。而且我们每一轮几乎都是翻了出来。我们今天也是，我写了3个方案，但是我只够时间画其中1个的配图，然后结果他们就说现在只看到了1个。你知道我现在做的生理想吐呢。坚持一下，坚持一下。这个时候就是老焦他心太稳。音乐怎么了？我觉得他讨厌这些规则，讨厌这些。就是要成长了，要长大了，释放压力，哭吧，哭出来会舒服一点。委屈了，又累又委屈。想哭就不要憋在心里。乔欣有过做演员这么久，比如哪个角色你在现场，你觉得你尽全力了，但是就是怎么都不对。会啊，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导演问说：“哎，那你是还没有毕业吗？是怎么样？”他不是在损我，或者是在对，你还没有毕业吗？然后我就出去自己在那个夏天，然后在那个草丛那边走路，因为我就很爱，就压力大的时候会走路，然后当时很多毒蚊子给我咬了大概8个大包，我回来了，然后接着好好拍戏，就记忆还挺深的。这是放血疗法，就是你确实对，某种程度上算是对。月月要做一下那个可做形式的，你前面如果是在排版，我可以帮你做。萌萌性格还蛮好的，那你看她软乎乎的，反而挺抗压的哈。你还一口吗，奥利奥？你这竟然没有我的甜。打起精神，不要丧气，我现在充满了斗志呢。加油，音乐！然后月月，我现在先把主题定下来，然后再把我们的目标人群细分好，然后再讲其他的。可以啊。我把框架先搞出来，贴主题我感觉就可以了。OK。然后逻辑再理得清楚，我感觉就可以了吧。好。再加一下，就是它葫芦娃对后面对应的是什么人格？那我把这个大家的东西整理出来，不然还是乱的，看着。我觉得他们这个设计真挺好的。所以你第2页是想放这个一杯鸡汤精通搞怪，还是说那句 slogan？ 就是把这个作为主题，然后鸡汤需要分2个角度解释，然后怪也需要分2个维度来解释。现在就直接变成了类似你在职场中，然后有葫芦娃的陪伴，就是和你一起作战这种感觉。怪可以指职场上的那些不顺心的事情，也暗指葫芦娃打妖怪的那个。可以啊。坚强。萌萌和小猪真的太厉害了。哎，这次输的萌萌是要走的那个人哎。啊，我都没意识到这件事儿。萌萌和朱顺杰2人都是2块。
那他们组绝对不能输。真的不想让他们输，压力好大。现在讨论怎么样？现在就是72变，就是说拓宽那个新人群、新场景，然后可以有不同的场景，所以它就是变。然后呢，3个核心的代表场景，一个是熬夜，一个是下午茶在公司，上班前的早餐。对，我同意这个。刚才被他们骂的时候，我觉得核心就是确定新的人群。把那定义为被骂。我们现在目标人群是多大到多大？你定了吗？就是工作餐嘛。就上班族吧，我觉得上班族吧，上班或者上学的人之类的都可以。OK， 我们能不能确定我们那个新人群是15到30岁年轻人？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你们觉得呢？那确定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想一下设计，把它说针对这个人群的设计去做。我自己的感觉是，年轻人喜欢 Q 版，然后老年人喜欢经典版，我觉得是个巨大的 bias。老年人，哎呀，好伤人啊！80后，80后啊！老年人你都够不上了吗？80后我都没赶上。那我们确定了吗？我们在想着怎么贴合这个场景。我可以做人群那部分，分析那部分。我等下看一下，想一下那个 slogan， 你等我一下。那再给你点时间，我去想一下背身好吗？我现在背身一点 idea 没有。现在这个已经完成了吗？哦，这前面图我已经弄完了，下面图也正在 P 中，抓紧了。好，还有7分钟，各位。好，我们马上，老师。你们呢？我们快了。快了是啥个意思呀？5点半到5点40出发，来得及吗？我们快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时间写这个稿子。那整体直接讲吧，不一定不能拿稿子。救命！救命啊！我都可以。啊，救命啊！看得好揪心啊！啊，天哪！来，同志们，车到了，出发。收拾一下，上车再讨论。好。快！大家都在等，速度，快走！飞哥急死了，来不及了。你把那个定好的版本可以先发给我看一下。好，我们这个你已经放了是吧？就这么啊，你看一眼，我发给你了，我还没放。你还没放？对，因为我后面发给我了。对，因为我发给你之后，我就去想 slogan。OK。你觉得这个能更好的改成什么呀？需要温暖吧，或者需要鼓励。星辰，你够信息做落地的计划吗？我觉得可以写个大概的。好。哎，我自己看的都好像我带入了飞哥的角色，我觉得哎呀，这还有10分钟。好着急啊，感觉。走吧。哎呀，迟到了！哎呀，快点，不要让别人等。快！走吧。超过10分钟了，朋友们。不可以这么，走。营销事件我们还保留吗？营销活动，哪个 make sense 点？72变的那个营销。像第2张 PPT 这种，他们已经听了无数遍的，我就还要带吗？说一说吧。超时20分钟了。Hello， 各位同学。Hello， 下午好。也是辛苦各位了，在台风天赶过来，但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收到你们两边的调整后的方案。完了。我需要在开会之前先收到你们的方案，我们需要内部先沟通一轮。好的，好吧。好，你们这边什么时候能发出来？现在？1分钟。1分钟之后就能发出来是吧？行，好。你这老师你直接发给飞哥吧。快放我，我来直接转吧。OK，舒杰发了。
换文呢？马上。行者。哇，迟到30分钟。所以很多时候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你先完成它。而且守时。对。他们现在还没发过来是吧？对的说法。来，来了。文件命令格式乱了。其实就调整了一下排版了吗？没有排版，就调了页。调了一下前后的一个顺序。待会儿先。这是啥意思啊？对，排版好错乱，怎么回事？哎呦，天哪，这么低级的错误！刚刚确实有点尴尬，我来到这里把方案才给人家，是不是？各位同学好，首先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首先来说，我们的方案原定的计划其实应该是6点之前给到我们的，也就是因为你们这边迟到的整个的一个时间，导致现在包括我们包括你们在这多待了这么久的一个时间，对于大家都是浪费。希望以后你们能够注重一下时间观念这一点，好吧？还有，好。其实迟到这件事情给别人留下的一个印象就特别的糟糕。你是一个时间管理能力很差的人，那我会有一个潜意识认为你自己在项目管理上面，你在你做的事情上面可能也是有差错的。我觉得就是他们之前在迟到这件事上没有吃过太多的苦。老乡鸡就说一下，哎呀，你们晚了哟，没有让他们真的觉得这件事守时很重要。现在第一轮是哪一组？我们组，老师你坐这儿啊。我们先到外面等一下。好，加油。好的，加油。加油！不好意思，刚刚我们确实没有顾及到这个时间问题，在6点之后才交了这个提案，所以就是让我们双方都有等待的时间，我们非常抱歉。然后，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开始。然后我们还是想要强调一下老乡鸡和我们上美影的葫芦兄弟这个 IP 联名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其中就是分析了2个企业现在的一个现状吧。我们葫芦兄弟的 IP 在百度搜索指数还有一些别的社交平台的搜索指数都是远高于上美影别的顶流 IP 的。然后老乡鸡呢又是拥有稳定客流的一家企业，如果能强联手的话，一定会有个1+1大于2的效果。那我们把稍微等一下，我想打断一下。我想打断一下。那目前我想了解一下老乡鸡整个品牌，它在渠道的一个布局上，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渠道的布局的话，我们老乡鸡是既有线上的渠道，也有线下的渠道。以这2个月的销售份额来说，线上和线下的话，线下大概占在4-5成左右，基本上是一个1比1的状态。以销售额来说，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这次营销的主题，主要就是一杯鸡汤轻松搞怪。然后鸡汤作为我们老乡鸡 SS 级的主打产品呢，本身就蕴含着养生和关怀的属性，同时鸡汤在中国人的心中也有着特殊的情绪价值，也是家和爱的一种承载。所以在如此家国情怀的鸡汤文化下，我们却希望打出一个轻松搞怪的营销点，目的就是希望抓住我们的目标客群，就是职场中的年轻人。然后这就是我们想打出的 slogan： 职场不独行，齐心协力打怪才能赢。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节奏总览。我们活动总共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是种草阶段，第2个是落地及宣传阶段，第3个就是延伸阶段。第一个种草阶段呢，我们想推出的联名方式主要是做一个2维码，然后设计一系列问卷调查，可以让职场人测试自己和自己相匹配的葫芦娃的职场人格，然后有一个葫芦娃打怪的小程序插入，让大家可以和自己的朋友联机进行一个打怪。这个会想转发朋友圈哎。然后在落地及宣传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推出鸡汤盲盒杯。说一下，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大环境下其实对于盲盒这样的一个形式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管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因为它毕竟其实是一个促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嘛，对吧？那你们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风险吗？这个
可能不会清楚吧，我都不知道，这个可能只有做这行的人才知道。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性是说，消费者可能买到自己一个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就造成弃养，这样就是一个不太正的一个风气，所以会受到管控。但我觉得我们推出的这个盲盒，其实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他答的不是他问的。我很认同你们现在就是围绕着葫芦兄弟在做一些营销上面的玩法，但是这个套任何产品都成立。那么我没有看到说为什么葫芦兄弟要选择你这款鸡汤杯？因为我们鸡汤的理念本来就是富含我们中国人对鸡汤的一个情怀在里面的。他们两个的，你把产品弱化了，我没有感受到鸡汤这个产品的一个强势的露出。葫芦娃只是这个 IP 只是给我们现有的鸡汤赋能嘛，它是那赋能你要有一个结合点。就我们就是觉得他们到最后联合起来一起，包括我们前面设计的杯身上的 slogan， 其实就是葫芦娃在给你送问候。可是葫芦娃它是救爷爷，更多传递给人的是救、拯救这种，它不是送。葫芦娃送温暖，太难了呀。就可能我们在措辞上有一定的问题，可能更多的不是团结，而是陪伴。对，是讲一个陪伴。陪伴的话，你整个推导就有问题了，你的 slogan 就是有问题的。我越听越困惑，从根儿上全给否了。好难呀，好可怜啊！我觉得他们。好，然后我现在来分享一下说我们的传播方向。我们觉得说听觉传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如果要做听觉传播，你能在前5秒钟抓住你客户的耳朵，让他听进去，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听觉传播。而我们葫芦娃的这个主旋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从小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旋律，所以我们选择说用主题旋律进行一个传播。最后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延展引申阶段，就是我们的周边产品的设计。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设置周边产品，就是为了让这次的联名的意义能够最大化，并且也能够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大概是我们家的这些点。客户应该想听到商业价值最大化。好，那我们这组就先这样，然后我来再喊第2组。行，好的，没问题。谢谢，谢谢。谢谢。让我回忆一下刚刚经历了哪些东西，然后把那些点再拎一拎，看有没有一些补救的措施。如果按照刚刚这种结果的话，按照他们两个人给我的感受是，他好像非常不 care 我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压力的。这组灰头土脸的回来了，啊，感觉大家都颓了。对。好，走了。我加油。准备好。那你们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风险吗？但是你把产品弱化了，我没有感受到鸡汤这个产品的一个强势的露出。就可能我们在措辞上有一定的问题，可能更多的不是团结，而是陪伴。陪伴的话，你整个推导就有问题了。确实也是我很不专业，因为这种就是很职场的东西，你不会在学校中学到的。其实葫芦娃这个形象太久没有，就是出现在脑子里了。对，就是我们做的每个小提案，就感受不到什么团结打怪。对，对，不好意思给老乡丢脸，但是我们尽力了。大家都在一个逐渐一步一步更加成熟的过程，但是每走一步都会很痛，都会很累，压力都会很大。这也是他成长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
开始吧。行，好，各位老师晚上好。然后很荣幸今天带来我们大闹天宫 IP 的联名提案。首先，我想趁这个机会再次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老乡鸡这个品牌。尽管我们的名字叫老乡鸡，但是我们也非常乐于拥抱新事物。比如说，我们的数字化能力在行业很领先，我们也一直很希望和各种各样的企业去进行一个联名，去创造我们的营销能力的推陈出新。然后我们想再谈一谈老乡鸡联名可以带来的价值。首先，就是我们谈到的经济价值，因为我们全国的体量巨大，所以说如果推出这样的产品的话，它能够产生很大的销售的流水。那么第二点，也是通过我们老乡鸡在线上自媒体以及营销能力的强项，去再次赋能大闹天宫这个 IP 的线上热度。哎呦，不错哟。然后我们现有核心客群还是针对30到45岁的核心工作人群，他们的核心诉求其实是出餐速度快、地理位置便捷、菜品好吃方便、健康不油腻。但是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这也引出了我们这次联名计划的核心目标。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要拓展我们现在的核心人群，去聚焦于新的顾客人群，聚焦于新的消费场景。还挺稳的。好，那我们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72变的一个鸡汤杯。然后我希望呢，我们这次的一个设计的提案更多的是一个给双方以启发，然后看看我们在联名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个碰撞可以产生。希望我们方案的稚嫩呢，不会掩盖我们其实是非常有诚意的对于这次合作。焦老师很会说话。我们首先呢想讲一下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鸡汤不变，喝法72变。在这个画面里面，照片里面显示的是在一个公司的这个厨房里面，想要去倒杯咖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边，我们有一位这个特立独行的同事，他端的是一碗肥西老母鸡汤。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碰撞的场景，去探索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们说，别人咖啡，俺鸡汤，我们融入了一些孙悟空这个形象可能会去讲的一些语言。老孙是不是？老孙去。然后第二和第三右边的这2个场景呢，一个是对应的，我们是下午可能逛街的时候，平时我们喝奶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们有去发问，别人奶茶俺鸡汤，然后别人宿醉俺鸡汤。我们希望探索更多的一个稍微打断一下。哎呦，前一版你们前面刚到的时候提供过来的方案是，鸡汤变场景72变，对吧？对。那现在你们调整成为了一个喝法72变。对。从我的理解上来说，它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一个场景的一个变化上。但是喝法这个词呢，我们不仅是说喝的方式不同，其实它也包含了你在何时何地如何去喝，但是具体这个用词我们可以再去探讨。OK， 没关系。老焦经常会在这种临时的问题上有发挥，对，很冷静。对。下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杯身、餐具跟这个盲盒的部分。首先讲一下这个杯身这部分的设计。我们这次选用了一个经典的孙悟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在这里呢制造了一个小的一个好奇的点，就是我们选用的这个孙悟空的一个形态呢，其实他手里面是没有这个金箍棒的。这个金箍棒其实是藏在我们这个杯体的这个腰封这个上面。那么当你去撕下这个腰封，你会得到一个从卷曲变成一个直的这个金箍棒的一个过程，也是呼应我们金箍棒的一个自己本身具有的一个功能特性。真的挺好的。好，我们的方案基本上就介绍到这里。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都欢迎探讨。我觉得他前面讲的双方的那个关系还是讲的挺明确的。对，至少比上次收拢很多，就聚焦在一个事情上面。就是收到这个 PPT 的时候，这个排版有点难以接受，甚至你们因为很多人做字体也不统一，甚至有就啪啪丢上去，然后整个也像乱码一样的。2个小组通病的。这个错误是不是太低级了？在这种 PPT 的方案里。明白，是这样子，因为我是设计师背景，这个我其实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排版的一个成像的。既然是你们都难以接受的东西，为什么还要交到我们这边？
是这样子，我其实是有能力把这个排版做好的，但是我希望花这份时间更多去探索，甚至是我自己不擅长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一些探索啊，即便是班门弄斧，但是我们非常想表达这一次联名合作的一个诚意。我们希望我们方案的一个稚嫩不会掩盖我们的这份诚意，这份诚意我们想把它在有限的时间内花在更多的一个创意和内容的构想上。对。这次就还是请大家可以原谅。OK， 没关系。真诚是最大的武器，被焕文用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关于合作方式这块，你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形式？他还往后聊了，哎呦，游戏。就是我们其实对合作还是很有信心的，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初期的测算。其实我们目前预计来说，这个鸡汤杯的销量在半年期间达到100万到150万杯的一个销量的。每个月100万杯，还是整个合作？整个6个月，半年期间，对。今天其他的没什么问题了，对吧？OK， 那小峰老师，我们就到这里。行，我们其实也是比较期待跟老杨记这边能够达成一个合作的，毕竟我们双方都是国民的品牌。好，谢谢。互相帮助的一个团队。对，大家是一体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就我们把方案发过去以后，那安静的等待的那段时间，你们的感受是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他们做了多少版了？这些又？对呀，6版了吧？做吧，先我们做个复盘。就是一路上来，其实，在车上本来就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就是一直以来我对大家呢是比较溺爱的，在大家心目中，我觉得阿飞哥还是很好讲话的人或怎么样子，我觉得那就不讲了。但是不说的话，第一个是我个人的失职，第二个呢，对于企业而言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第三个对于在座的各位伙伴而言，我觉得是对你们的不负责任。今天晚上大家的整个的表现，在结合之前呢，其实是有一些职场的禁忌在里面的。首先我要给大家反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时间观念。我跟潘潘讲过很多次大家的时间观念，但大家给我的感受最深的就是无所谓。你讲你的嘛，我干我的嘛，反正到那个点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子。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我又能怎么样？我就感觉到大家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时间观念上的问题特别的差。第二个，最起码的职场礼仪没有提前把方案发给对方，还是对方来提醒大家才发的。真的发出去的方案的名字你们都没注意吗？老乡鸡、陈或者叉、葫芦娃，这算什么呢？如果我是真的要跟大家合作的那一方，我肯定你根本就不尊重我，你回去想好了再来吧。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细节决定成败嘛。它不仅是你做事的方式，还有你做事的态度。各位，我觉得大家的态度是有问题的，可能自始至终，有个别的人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场真正的实习。那么接下来，旗舰店的开业，我心里没底。既然选择要去把这个旗舰店开起来，那就让我们做到问心无愧，言尽于此。成长的时候，破茧成蝶的那一段时间是最痛苦的。这个对于人生经历来说算什么呀？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其实真正的上级和下级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距离感和尊敬，因为说你们更多的是为了工作，对，所以你不能因为你们关系好，然后导致了工作上的一些疏忽什么的。大家更喜欢哪个方案？那如果单拎一个人呢？单拎一个实习生，大家觉得就今天而言谁更好？交换文和袁新成倒还不错，而且在问答的那个方向上面，老焦的那个表现其实特别好，比较稳，他能把客户的那些问题对的都直接表达出来，然后还道歉。下面进入农夫山泉金牌时刻。实习生在每个任务当中呢，都会产生金牌和铜牌。我们团的任务就是猜测每次任务的金牌人选。如果猜对了，就能点亮1枚金牌。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点亮5枚金牌，就能为实习生争取到一个万能 offer 的名额。大家觉得呢？哪组的方案更胜一筹？这个组当中2位值得拿金牌，就把2位实习生的名字写下来。来，3、2、1。就我不一样。哎，你选的另外一组吗？不是，我觉得他们俩真的不能走。我也不想他们走，我也不想，很不想。但是说实话，你这个组那个交换文跟思女都是2铜牌。那我们最终选择的金牌人选是袁新成和交换文。我们一起来看结果。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就是我们1对1做一个复盘。小猪先开始吧。坐。飞哥说好像有点问题是吧？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可能迟到了，然后也没有提前发，就耽误了他们的一点时间。那今天这个任务你觉得做得怎么样？昨天整个输出也不够，然后昨天我们主线抓的也不是很明确，然后我感觉今天汇报完了之后，然后我觉得你也可以复盘一下你们。OK， 好的，那就这样，然后你让那个潘潘还有阿飞哥上来说。对，好的。身心俱疲。你在等结果是吗？萌萌和春杰2人都是2块。啊，要是萌萌跟小猪走了，我也想走了。来了。那刚刚尚美影那边也给我们一个邮件的回复，说了一下他们对于今天的2个方案的一个想法和建议。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3位对于这个回复以及我们今天的金铜牌的诞生进行了一个讨论。那先由潘潘给大家读一下尚美影的邮件。感谢参与本次老乡鸡和尚美影品牌授权合作的这个比稿。那我方认为，在双方品牌契合度、联名产品延伸方向、品牌及 IP 传播的各个角度进行了综合评估后 ，A 组的大闹天空的 IP 方案匹配度会更高。A 组，咱们选的我方内部意向沟通会讨论，双方就 IP 的授权事宜课题可以达成合作，期待我们合作成功。这是他们给我的邮件，鼓励一下我们大闹天空组。我稍后把这个邮件的截屏也发到各个大群里面去，给到大家，好吗？大闹天宫这个组，我们认为可以获得2枚金牌的，分别是999。
交换文和袁星辰。我们有一个万能 offer 了。恭喜点亮了我们的第5盏金牌灯，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个万能 offer。交换文今天是一个高光时刻啊，在面对尚美影的各位领导的质疑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很坚定的去说出自己的想法。那星辰呢，在这一次的整个项目的过程当中，对于整个团队也有你的同组组员说到，你是在每一次大家都在散的时候，你是可以收的那个人。你是在整个和尚美影的商务的沟通过程当中，你和焦老师2个人分别都承担了很重要的沟通的作用，然后都让对方觉得这个方案是他们有信心和我们一起达成目标的方案。所以恭喜2位获得金牌。我很开心啊，他俩怎么？因为有人要走了。接下来呢，就是要说2枚铜牌。这个组有2位学员都已经是有2枚铜牌在身上了，也就是说，会有我们的组员可能会离开我们的团队。不想让萌萌走。但如果小猪走了，开旗舰店真的是一大损失。那如果说你们今天拿了铜牌，2枚铜牌，你会给谁？能不能都给我？为什么？就是我是觉得挑不出来。那如果2枚都给你，你就走了呀？真的不忍心给他们俩，就是真的选不出来。就我和邓萌吧。那如果你和邓萌的话，就是你们俩都会。第一个是我觉得音乐作为这次组长，因为他年纪还小，然后他也是初入职场的人，我觉得他已经做到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了。我和月月吧。那如果你再获得1枚铜牌，你就要提前先离开了。因为小猪也就是2块铜牌了嘛，而且我觉得他还是比我更想要继续的往下走下去。就不是说一个谦让，是我单纯的觉得也挺累的，每天也挺累的，早起。我来这里真正想要学到的东西，其实也有在一直在学到。我觉得说我来之前就跟自己讲说，其实过程是最重要的。这次的任务的过程当中呢，因为音乐是这次的带队的队长，这个铜牌给到你。那音乐其实在以前的每一次过往的表现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感受到你的逻辑能力、你的表达能力，以及你的综合能力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这次带队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不仅要有个人的能力，也要有带着团队一起去改变的、达到目标的这样的能力。另外1枚铜牌，经过我们的商议决策之后给到。给到邓萌。火车站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快，火车快，生活节奏也快。但我们这碗鸡汤不紧不慢，希望我们上海火车分店越做越好。我们现在要的是今天是数字。好可爱，真的是弱弱但很有力量的女孩。看不得这种东西啊！我是觉得吧，其实我心态一直都很平缓，就是我没有对这个输赢有一个特别大的执念，觉得说，最后成为这个合伙人才是，这一个项目对自己来说的成功。我之所以来这个项目，是因为我知道我在这个方面可能多少有一点欠缺。来这一趟，其实收获的东西远远比我来之前想象的更多。我觉得其实就挺够的了。
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了。希望大家也就是更平常心的一点去看待这个最终的结果。这个比拼我们没有拿到说最好的那个方案的这个名号，但其实我们每一次交出去的最终方案，可能都是我们在当下能给到的最好，也是尽力了的。我觉得嘛，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说的真好。Hello。我叫邓萌，然后上海的外籍人数和占比其实是相对于别的。你可以再自信一些，说话的声音可以大一点。好的。我们正儿八经想个名字吧，我们组叫什么？天线宝宝。正儿八经一点啦。要想生活过得去，城市中间带点绿。可以吗？可。然后我们队的口号是绿，很绿，非常绿，越来越绿，耶！昨天真的很辛苦，刚刚可能拖了队友的后腿。挺好的。我觉得你们能够很用心的去看了这家店，你们是考虑到我的顾客是谁，所以这个金牌给到我们的袁星辰和邓萌。好可爱，真的是弱弱但很有力量的女孩。萌萌能让我想到一个词，就是柔软的力量，但是你会什么都接得住，而且他一直是为别人着想的，他一直担心别人走。谢谢。谢谢，好，很舍不得。好，放心。送还是老乡记的一个聘。好。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在这段时间内，你的一些被感动到的点和你领悟到的点，不要把它丢掉。好，放心。谢谢飞哥。加油。谢谢。好。悠悠要哭。都有感情。走吧。哎呀，了，没事没事，面子多好，是吧？没事没事，好了好了。有人照顾。有，伏尔加的全给你留着。好啦，我在呢吗？不是。辛苦了。辛苦了，不辛苦。辛苦了。17号要记得来。那你要给我发个正式的啊，做一个那个小海报，邀请函。你要哭了。哭吧，哭出来会舒服一点。干嘛呀？周老师，没事吧？不要这么。是不是被突然多起来的工作击垮？没事儿，会帮你一起分担这个突然坍塌下来的软装和绿植。我们说不定也北京见了，我来北京投奔你了，我住朝阳。来跟我住吧。那等会我们就网上见。那希望你看到我的视频也都给我点点。好了。哎呦，小猪又很难过，因为他留下来了。我也心疼小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没事。没几天又会见的，也就2、3天。对，就你们还在妆发的时候，我还在，对吧？我还是会做。对。远程工作。你 OK 吗？就是感觉很不好意思。就是他跟我一个剧场，对，在这里面合作。
扭到脚了。这个要吗？小猪这个太难了，我还想着。他扭到脚，好烦。他们觉得我们4个就是。我觉得可以，我们明天就唱出来就赢了。我们一起唱就赢了。我们先录好。跳舞。哎呦，欢迎光临老乡鸡。那在一起的时候越开心，分别的时候越难过。好，走吧走吧，回去了，不早了，不早了不早了。走吧。干嘛呀？你出落泪。不打算上去稍微看看。哦。好了，猪猪，你不是还要给我调酒吗？哭啥呀？感觉很不好意思。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以为我们会没事儿，我们都讲得很好的。不是这么差。我们3个合作最后也挺圆满的，我们就是都合作过了，本来都是，就不会有机会再合作。那如果你再获得1枚铜牌，你就要提前先离开了。那你还给你自己是什么原因？因为小猪也就是2块铜牌了嘛，而且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比我更想要继续的往下走下去。舍不得大家。互相安慰嘛，互相安慰。不用。是不是舍不得我？每个人给萌萌送个寄语吧。性格，我觉得萌萌的性格非常好，她是一个非常淡定和从容的人，但是其实她内心特别有主意，在做事的细节上也是非常的到位，尤其是抗压能力其实很强。一开始觉得她不强，到最后你发现她随着事件的升级，她的抗压能力越来越强。只是可能目前为止这份工作不太适合她，但并不代表她不够好。所以我相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好的成长。更好的就是当我找到他之后，我一定会给他找到一份合适他的工作。我觉得萌萌的性格跟我是截然不同的，她是一个内向的人，然后是一个内在特别坚强的这么一个人。她的这段经历，她的这个学习过程，是能够帮助到她自己和帮助到所有看这个节目的人的。所以萌萌加油！就经过这几期，其实作为女生，我很喜欢邓萌，我也很想成为很柔软但是又很有力量的女孩子。然后我也想跟她说，最好的上位来到，就一定会有更适合你也更好的工作机会。就看了3期，你想要他联系方式？哦，不是。一个解决职业方面的事情，一个解决人生大事。哦，不是。
不是，就是感觉就是切身处地在他的那个情况下，我100%的没有他那么坚强。希望能向你学习，能有你一样强大的力量，然后跟抗压能力，也希望你后面越来越好。不行，我得让我的团队去找他。我觉得可以把他拉到我们公司去工作，你不要，我们要。小明哥给 offer 了。虽然呢这一次这个节目啊被淘汰，但是老乡鸡的大门呢永远朝里开着。不，你的这个大门排在后边呢啊。不是讲以后。啊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对萌萌没有太多的担心，我们也都是觉得这样的性格，然后有他目前这样的能力，他未来无论在任何行业，他的婚姻就是一切应该都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最近这2期是接连有人离开团队，我们也都很舍不得。但是旗舰店的开业在即，之后的任务肯定会更加的困难。他们能够最快速度调整好状态，迎接新的挑战吗？合伙吧少年，我们下期见喽。在内测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会决定着我们这餐厅的未来。哎呀，失败太多了，有些客人掉头就走了，根本不搭理你。一天要做1200个盒饭，几千个饭盒，每天都要刷。我们有一个峰值体验和一个峰中体验的一个概念，带动它整体的这个对这次服务的一个满意度。一脸懵，对，别跟我说这没用的，净搞这些纸上谈兵。来点蔬菜，新鲜一整天。那如果人家晚上吃呢？新鲜一整天。哎呦，我昨天看师傅的操作好麻烦，我看师傅煎的都甩了好几个。我想请问师傅入行几年了？不高兴，这真不高兴。这个话问的不好。他们太理想化了，人家在第一线操作的。蔬菜滑蛋鸡肉饼，有菜有肉还有饼。我觉得好简单。这个身体语言就是拒绝。老员工更多的是实践，新领导更多的是一腔热血。对，然后我们就来一次模拟的演练，就等于请员工们各就各位，然后我们走一遍，提出营养的概念就好。外放一点，然后让他们感到不会像他们，因为我们的规定是30秒之内要清理过。其实你是把我们整个整体给分散成每一个小的个体了，这一种做法是不对的。那我们在服务顾客的时候，我们只顾的这个吗？难道顾客来找我问的时候，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一个问题我要换7、8个人，那当下我就直接就走了，干嘛这是？那个苹果鸡它还没有煮出来，但好多人点了。我不知道那个能不能供应得上。菜都吃好了，然后苹果鸡端上来吃不下。大家会不会？这个出品改了，现在这个出品是这样的。薛总发现包治百饼不对了，很奇怪这个。发现你这个产品怎么变这样啊？对啊，感觉跟上次是2个菜，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没有买到菠菜。怎么可能会买不到菠菜？他们提前没跟进这个事情。问题是在于为什么这个产品是这样，你们就出品，这根本就不能出品。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要出品。我真的是被他气死了。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我是李路佳。合伙吧少年官微在微博上发起了投稿征集活动，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内容吧。第一条说，永远记得自己实习的时候的茫然，
面对一份工作只是很机械的去完成，每天坐在工位上就想着下班，不知道自己前进方向，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的无助。所以能够拥有一份让自己满足的工作真的很幸福，能够拥有互相帮助的同事很幸运，我也在为之奋斗。下一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公室饭搭子，明明不在一个部门，工作也不互通，但就是纯纯能吃到一起去。咱就是说工作已经很疲惫了，真的很有必要吃点好的。希望每一个职场人都能拥有自己的饭搭子哦。如果你有想要分享的故事或者职场经验，快上微博参与职场人的树洞时刻话题参与讨论吧。